时候就给你们偷偷看一下我的出差之旅长什么样。回想一下我出差住的房间。今天第一天，我干了一个非常愚蠢至极的事情，他们都不愿意帮我拍照。我跟泰国的最大区别就是买了一袋伴手礼，请大家给我解答一下，到底是有多贵？我看到了，中国非常惊吓，也惊讶到我。跟我之前，Hello， 我是李杰。明天呢，我即将从曼谷前往上海这个魔都，为期1个礼拜的出差之旅。虽然我还不太敢确定说我到底能够拍摄多少的画面，但反正我就想要尽可能记录下这趟出差之旅。因为呢，我是睽违真的好久哦，我在大学的时候有很短期的在上海交换一段时间，所以这次又有机会能够踏上魔都这块土地，我其实还蛮期待，但是更多的是紧张。好啦，那到时候就给你们偷偷看一下我的出差之旅长什么样子。好，那我们就上海见。这边扫码才可以开，是吗？关门自动结算。我买的东西多少钱？天哪，这边好先进哦！我们赶快先来吃晚餐，来吃酸辣鱼。我发现非常的干净又很先进。如果这个分量，我觉得比泰国便宜。现在呢，跟大家开箱一下我出差住的房间。这边就是厕所，然后里面已经放了一些我的东西。厕所其实还蛮干净宽敞的。然后旁边这边有一个很大的全身镜。然后我这一间饭店呢是叫做希尔顿，我最喜欢的就是它前面这边有一个办公桌，所以我等一下就可以在这边吃一点宵夜，然后用电脑。后面这就是一整片的落地窗，我还蛮喜欢它这个风景的，给你们看这个风景其实还不错。然后我们是高楼层，还蛮安静的。饭店就是还蛮简简单单，然后很舒服。终于可以好好坐下来了。我昨天晚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睡觉，然后早上5点半就出门去搭飞机，一直到现在到饭店可以休息是8点半了，泰国时间晚上8点半。真的好累哦，我今天要好好休息一下。然后我买了一个他们的臭豆腐，其实我吃很饱，但是我就经不起诱惑，很想知道跟台湾的臭豆腐有什么不一样，顺便跟你们分享。我刚刚第一口吃下去，
整个胡椒还有孜然的味道就卡在喉咙这边，差点很想咳嗽。它的味道跟台湾的味道是完全不太一样的，孜然味有一点孜然味，然后胡椒的味道。台湾的臭豆腐就真的是那种很台的那种台式臭豆腐，然后上面撒满那种那个叫什么啊？高丽菜腌高丽菜，味道是不一样的，不是我想象中的那一种臭豆腐。不过也是还蛮好吃的。但我发现呢，上海的饮料有点贵，这一杯就要21块人民币，折合泰铢要100块。我其实买的时候有一点，但是又很想尝试，所以就还是买了一个来喝喝看。Hello， 大家准备好环游世界了吗 ？Holofy eSIM 来帮你。现在有了 Holofy eSIM， 不管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不用再担心换SIM卡换到手忙脚乱。现在只要一扫描 QR code， 即刻就可以上网。而且 Holofy eSIM 呢，它最大的特色就是流量吃到饱方案，不用再担心流量用完。更厉害的是呢，它可以制定天数，想要去玩几天就买几天的份，每天还有500 MB 的热点分享给一起出去玩的亲朋好友们。那我现在人在泰国，我们就来测试看看如何启用eSIM。下单后的1分钟内，你的 email 就会收到 Holofy 的安装 QR code。第一步，我们需要在有网络 WiFi 的环境下启用eSIM， 扫描行动条码后启用eSIM， 并选择新方案的标签，记得设置新的 Holofy 加上目的地，像我的目的地是泰国，预设号码 iMessage、FaceTime， 使用主要线路，行动数据则选择 Holofy eSIM，并停用允许行动数据切换，避免产生漫游费，这样就完成啦，可以正常上网了，是不是超级简单又快速的？那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网速是不是跟我绑约的泰国电信局一样快？使用上是跟我泰国电信局的网络是一样快又稳的哦。对了，购买之前记得要使用我的专属折扣码，帮大家省一点钱。而且 Holofy eSIM 呢，它遍布全球200多个国家，让我们环游世界变得更加简单方便。今天真的超累的，我要赶快睡觉。晚安。早安，今天早上下雨了，然后看一下外面的市景，还蛮干净的耶。今天第一天，本来呢是我们要进入到会场里面去准备布置我们的摊位了，但临时说还没有办法入住。所以呢，今天等于说我们要待在饭店一整天，但我是不想要待在饭店一整天的，所以我要去附近的一个盘龙天地晃晃。好。现在早是在市中心，后来太小，太小之后呢，又到浦东去了。你说这个这一片是郊区了。是啊，感觉还是蛮不错的。我现在不去盘龙天地了，我现在听司机的话，我要去七宝古镇。还好你有跟我讲。可能是你们年轻人也是，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我觉得这边的天气还蛮凉的耶，比我想象的还要再更凉爽一点，很像是泰国的凉季的感觉。我现在首要的任务就是先去找一下我的早餐，我好饿哦。我刚刚跟司机聊了一下，我觉得这边的氛围感啊，虽然很好，但是可能生活的幸福感没有很高，因为他跟我讲说压力都非常的大，不像怎么讲，跟泰国那个感觉真的不太一样。
好了，先逛了。前面这个小门看起来好有感觉哦。没有，我自己有自己的平台，我自己有自己的平台。哪个平台？油管，我住国外。我来看一下地图，我应该要怎么走比较好呢？现在人在哪？我好喜欢这些哦。以前小时候有在学书法，现在都没在做了。哇，当铺哎，好酷哦！上海七宝当铺。明清两代七宝因为纺织业发达，成为富甲一方的大镇。好漂亮哦！好久没有看到这些书法字了。现在在泰国，红遍泰国的蜜雪冰城。我刚刚有一点不敢跟大家讲话，因为我刚刚在拍到一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当地人，然后他就凑过来一起看我的那个镜头啊，他想知道我在拍什么。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状况，让我觉得蛮有趣的，然后也蛮紧张的。啊，但是这里真的好漂亮哦！这个七宝镇是一个我很喜欢的感觉。古色古香的，其实这风景还蛮漂亮的，很有文化感，只不过是水有一点太脏了。好美哦，真的好漂亮！沟水弄，好特别哦。这是什么啊？哎呀，怎么这么多脏东西啊？刚刚那个司机说来这边要吃汤包，所以我选了这一间百年冷汤，希望好吃。我的汤包来了，有一点少。他说这个汤包是要加醋，我没。希望好吃哎，这个汤包。干了一个非常愚蠢至极的事情，我就是一口吃这个汤包，我的舌头快没了，好烫！我才发现没有给你们看里面的内馅长这样。七宝文化城，好漂亮哦！这也太美了吧！我刚刚问了好几个人，他们都不愿意帮我拍照。他们跟我讲说，因为他们不会用，或者是说他们不知道要怎么拍，所以呢，靠自己最好了。现在好多人，看一下，哇，原来是在这里哦。多少钱？你要哪个？这个多少20。20，那这个呢？这15一份。老宇葱油饼。这好像很好吃的。这是我的小芝麻汤圆，
它有一个很香的桂花香气。我先来吃一下刚刚买的一个6块钱的葱油饼，好幸福哦！里面包了好多葱花，好开心。现在2楼都没有人，所以我可以好好吃我这个汤圆。哇！楼上这2块。我刚刚想说2楼没有人，然后可以比较好自在的说话，结果现在我刚刚讲了一句话就有人上来，害我有点害羞。你知道吗？这个汤圆啊的汤好香哦，真的。这芝麻真的好吃哎！好好吃哦！吃了之后整个人都热起来了。我好像有点吃不下其他东西了，我要先走一下，消化一下。这个好像蛮好吃的耶。好，谢谢。还有蔓越莓段，灌蛋是什么？我其实吃的有点饱了，但是有点好奇。古城燕园巷，发财，大家愿望好像都差不多。身体健康，我觉得这个身体健康非常重要，健康。我走在大家的愿望下面。请问一下中塔楼怎么走？中塔。你要从那边北大街那边。我刚刚问了人之后才知道说，对面这边还有一条老街我没逛到，所以又走进来。来看一下这个中塔。我刚刚真的很想要跟那个七宝古镇拍照，然后就遇到了人，然后他特别帮我拍了好几张照片，非常感谢他，而且拍得相当不错。然后前面这边呢，他们说有一间商场，所以想要来逛一下。我觉得怎么看起来跟曼谷的百货公司有点像。真没想到我居然也会做这种事情。上海的商场呢，跟泰国的最大区别就是休息区比较少。天还蛮漂亮的。我非常认同这一句话，但是我们大家要做到啊，让别人舒服，让自己也舒服。喝茶看看天，无事小神仙。前面真的很漂亮哎。我在这边，等下去看一下桥吧。复兴面王，有锅系的非遗味道。看起来好像还蛮好吃的。它每一碗的面都是现炒的，看起来是不是还蛮好吃的样子？你们知道吗？刚刚我觉得最感动的是什么？是他给我了一杯温水，是温水耶，好棒哦！还蛮好吃的，很香。我很喜欢它里面有很多辛香料，就是那个洋葱放很多。我觉得这个盘龙天地啊，
建得很有文青感。哎呦，光线怎么那么亮？突然间，我进到一些餐厅啊，他都会说免费加面或者是加饭，而且对于任何产品不满意还可以无条件退换。这是真的吗？无条件退换这部分，这样会不会有很多奥客啊？还是说是不会？这个服务我有点惊讶哎。我刚刚逛了一下这个盘龙天地之后呢，我觉得这个盘龙天地应该是为了附近的一些高级住宅区而开发的一个商圈吧。因为这整个商圈呢，就是很有文青感，很高级。那跟我早上去的那个七宝古镇呢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七宝古镇它还是比较有文化历史蕴底的一个地方，所以两个是我觉得是截然不同的东西。如果一定要选一个的话呢，我自己个人会比较偏向七宝古镇，因为我还是自己比较喜欢看一些有文化、有历史意义的东西。但其实这边也还蛮不错的，整个感觉其实氛围感非常的好。很好奇这是什么？普天同称名艺馆，这种制秤工具，权之轻重，衡之长短。原来这些秤还有这么多的讲究。年之高特设高团，这里面都是卖高的。这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哎，我想买一盒来吃吃看。银之片是什么呢？买了一袋伴手礼。我来这边逛一下超市，这边还有小龙虾哦，好酷哦！这边全部都是要自助结账，我来试试看。应付金额为17.7元。本次购买5件商品，应付金额为56.63元。原来盘龙天地它是结合一些高级住宅区的。我可以跟你们打包票，这边真的是一个非常高级的社区。我刚刚逛了一圈这个盘龙天地之后呢，我发现这里面的人感觉家境都很殷实，满脸的松弛感，很有余裕的感觉。尤其是我后方这个盘龙真园这个社区，我觉得它规划都很高级，规划的非常的好。我猜测应该房价也是非常的贵，就请大家给我解答一下，到底是有多贵。如果我是上海人的话呢，我应该也会蛮喜欢这个地方、这个小区的。好，我要准备离开了。我现在来感受一下中国的拼车服务。到达站点，乘客需要走到站点上车，司乘安心。拼有了。师傅，我是下一个乘客，是3号口的，我到2号口来了。每当开窗接乘客，建议现在开窗，到位，司乘安心。我看到了中国跳广场舞的画面。今天我真的迫不及待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乡野调查的结果，有几件事情我真的非常的惊讶。第一件事情呢，就是上海居然都是电动车了，所以整个城市呢变得非常的安静，而且空气也变得更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觉得真的非常的棒，但我发现他们还蛮
蛮爱按喇叭的，就是会一直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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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在泰国他们比较不会那么常按喇叭。再来第二件事情呢，就是我发现服务非常的好，非常的贴心。我去餐厅吃饭，很多餐厅都有写说不满意的话直接重做一份给你。我去点饮料的时候，他还会先做一杯小杯的给我试喝看看。我满意的话呢，他才会正式做一杯新的给我喝。真的太贴心了。但我也不免会在想说，那这样会不会有些人故意找麻烦的话，那怎么办呢？好，还有我今天还尝试了拼车，哇，真的太便宜了，又很方便。我觉得上海真的是一个很先进、很便利的城市，就很像是一个未来的都市、未来的城市的那种感觉，非常惊吓，也惊讶到我。跟我之前来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只能说真的还蛮厉害的。好，那我去到一个地方，其实就非常喜欢去观察他们的人文啊，还有市民他们心里到底在想什么，他们的生活状态。然后我也有发现说，他们外表虽然可能还蛮有礼貌、很有效率，但内心其实都还蛮有压力的，还蛮焦虑的感觉。感觉每个人的心脏好像每天都跳得很快，就嘣嘣嘣嘣，每天都是需要很高效的去做每一件事情。对，然后感觉是他们的压力，隐形的压力很大。好，这就是我今天的乡野调查了。那今天算是我很幸运的偷到这一天时间，可以出去外面观察一下，我真的非常的感谢。那我等一下也要赶快整理一下东西，明天就要上紧发条了。好，那先这样，后续有观察到什么再跟你们说。